今天呢，咱们来聊一聊 Insta360叫 X Series Carry Case。那么它不是为了 X3 设计的，它实际上是为了所有的 X 系列的相机而设计的。只不过这次 Insta360在 X3 的这一代上呢，正式的把 1X 简化成了 X Series。所以今天咱们以 X3 为例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收纳的方案呢，对于 X2 包括那个第一代的 1X， 那么都是适用的。那么它的这个设计上也是沿袭了 Insta360一直以来的这种简洁的质朴的这个包装。正面的这个包括那个 Insta360所有的这个配件的盒子的设计上都是白灰配色的，白灰。那么它的那个很多，你看它所有的这个配件都是白灰配色的，包括这个麦克风转换器，它的这个电池，包括这个快速的充电坞的解决方案，以及这个镜头盖。实际上从这个 X Series 的收纳盒从延伸开来的话，我们可以谈到非常多的关于 Insta360的配件，所以今天的视频咱们就来以这个为中心呢，并且呢，咱们顺带的把刚才咱们提到这4个配件都一并的给大家介绍到。当然这个包装上确实没有太多可以值得说的内容了。打开里面就是这个东西，Insta360 Think Bold， 因为现在最新的 Insta360的这个 slogan 呢就叫 Think Bold。首先呢，这个拉链呢是带一个手绳，就这里可以放在你的手腕上。另外呢，就是整个的拉链的设计，我们首先看一看拉链设计。它是这个向内紧绷的，所以它整体的盒子呢装上之后呢是防水防泼溅的，它有这个防泼溅的能力。然后整体的上下都有这个，因为都有这个防震泡棉，所以呢一定程度上是抗摔的。所以这是它的从外观上设计的主要特点。从它的这个材质上，应该说沿袭了和Insta360官方的这个收纳盒一样的这个绒布的这个材质，就是布面的纹理，但实际上里面还是有EVA 的泡棉，包括这个塑胶壳的防震的保护的。那么但是外观上整体看起来比较的典雅，也比较的那个漂亮。我们打开看一看吧。我这里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配置拉满的一个状态了。当然如果你只买这个配件盒的话呢，这里面你是看不到这个自拍杆，也看不到相机，也看不到这个电池的。我是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去，想给大家一个最完整的一个体验。好，上面的话呢是它的这个 X 系列收纳包。那么它标配的要装哪些内容呢？第一个就是70厘米的隐形自拍杆，就是这个，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自拍杆的设计。第二个呢是装 X3 或者是 X2，实际上装 X1 也行，但是可能现在还依然用 1X 的用户应该已经不多了。然后左面放一个 battery case 电池保护盒，电池保护盒里面可以同时放1颗电池，再加一个收纳的一个 TF 卡。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。目前看没有太多这个注意事项，所以这个配件应该使用起来门槛挺低的，没有太多需要讲的内容。但是呢，就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配置的状态给大家看看，在这里面你都可以体验到哪些内容。这里大家千万不要丢，这是一个这个干燥剂，干燥剂呢可以让整个的这个收纳的里面，那么状态会比较的干燥，所以相机的长久的保护是比较好的。上面的话依然是这个经典的设计，就外面是这个大网兜，里面是这个比较致密的这个细网兜，所以呢从里面来看可以比较好的保护里面的配件，从外面来看的话呢，整体上又有一定这个减震的效果，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材料，就是两面的这个材质不一样，所以这种情况下可以尽可能去避免里面的配件往外穿刺，穿到外面去碰到这个其他配件，会对它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保护。那在这里面你就可以放很多这样的配件，你比如说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，比如说子弹时间这个绳盒可以放，然后你比如说那个麦克风转换器，这个肯定是可以放的。还有就是这个 PT20 那套方案，就是那个冷靴嘛，那个冷靴的方案实际上它的收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它特别的不好带。但是在这个方案里面的话 ，PT20 这一套方案也很好的放进去，而且这个空间还绰绰有余。你甚至可以直接放个那个兔笼进去，这都可以，这都没问题。你甚至可以直接放一个兔笼，然后这个盒子还依然是能盖上的，看到了吗？所以这个配件盒是非常非常能装的一个配件盒，它基本上可以把 1X、1X3 所相关的这所有的配件可以进行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收纳，所以这是这样一个设计的一个细节。所以说它的容量很大，然后涉及到的这些相关的配件呢，基本上都可以装，包括还有比如这个 F22的这个全景相机的隐形快拆也可以放。所以这个收纳盒它好处就是它是一个一站式的收纳方案。那么咱们接下来看看下面这个70厘米的自拍杆，它收纳起来之后大概就20厘米左右，非常的短。然后为了让这个自拍杆好拿，所以它设计的2个位置，你看这2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呢你可以这样拿出来，这个位置呢抬出来，
抬出来之后呢，你看它下面是带2个这个网兜，这2个位置呢是为了减震的，它明显的这上面是镂空的，中间是空气，也比较好减震效果。但是自拔杆有没有必要做这么好的减震？我个人觉得持保留意见啊。但是人家这么设计的，肯定你可以不用，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嘛。然后左边这个是一个 Insta360的这个电池盒，电池盒下面也是做了挖空，所以这里也是减震的。那么这个盒子里面打开之后，你会看到就是一个崭新的，这是 X3的一个电池，同时上面还带一个卡槽，这个卡槽可以放一张 TF 卡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一站式的收纳方案，就是电池加卡。同时这个电池盒它是有分方向的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个朝这儿才可以放，是吧？反过来也可以放，所以这个是正反都可以，但是反着这么装是不可以的，必须得这么去装。所以这个是锂电池的一个收纳方案，所以对于电池做了进一步的保护，同时里面还有一个存储卡，所以这个收纳方式很优雅，当然很漂亮。左边的就是 X3 的话呢，里面你看对于屏幕的部分做了挖空，做了这个对于镜头的部分不仅有凹陷，还有另外的一个充气孔，对这些地方都是对相机能够形成比较好的保护的。这个相机呢，你可以带上这个硅胶保护壳之后呢，再往里放，这个官方是支持的。然后我个人是建议大家把屏幕内侧朝下，这样的话对屏幕的保护会更好。然后是分方向的，镜头朝右。如果你不装这个保护壳，那么直接放，貌似不太好，它会在里面有晃动，所以建议大家是有这个壳再往上装。所以实际上你要是想把这个收纳盒整体的按照满状态的方式，满血状态去加满的话呢，实际上你还需要很多额外的配件。你比如说电池，比如说自拍杆，你比如说麦克风转换器，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镜头盖。硅胶镜头盖，这咱们给大家讲过。这个麦克风转换头 X3 的转换头，那么 X3 的这个备用电池，所以这样的话 ，X3 基本上你配2颗电池的话呢，它在你一天的拍摄的使用基本上是能满足的。因为 X3 首先电池容量更大，再一个它的功耗的优化比原来的 X2 做的要更好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就是顺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 Fast Charge Hub， 这个很有意思。这个配件的话呢，设计的应该说比 X2 包括之前的第一代的 One X 呢都有很大的提升。因为它的那个充电的速度比以前要快很多，因为它支持的适配器呢，它支持12伏3安、9伏3安，也就是说3颗电池可以同时最快的以36瓦，就是每个电池可以用12瓦的功率进行快速充电，这个相比于之前呢是快了很多倍。所以呢，它的这个主要特点呢，就是一个是快充，再一个呢3颗电池同时快充，以及叫 Smart Efficient Power Delivery， 有一些智能的这个充放电的管理，因为考虑到这3颗电池的这个生产电量有可能是不同的，所以它对于功率是有动态的分配的，也就是里面行话去说，就是里面是有 BMS 的，是有电池的这个能量管理系统的。而且呢，这个充电器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充电器在这里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充电器啊，这是这个充电屋的样子，3颗电池插槽。然后底部是4颗防滑的这个胶皮，这4个硅胶下面实际上暗藏的是这个4个螺丝，这4个螺丝你可以把内部结构拆开，它的充电口在这一侧，那么附赠的是一个 C 到 C 的充电线，支持一个 PD 的快充协议，12伏3安，那也非常的快。然后它里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在于，它的这是哪根线？这是一根线，附赠了一个大概半米长的一个 C 到 C 的线。它的说明书比较有意思，大家看看，因为它的说明书上有很多 Fast Charging Hub 3种语言，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中文的，我们重点去看它的这个 spec 上内容很多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中间舱的这个说明书啊。那么，电池充电触点需要朝向电池充电管家一侧，推荐使用12伏3安适配器，此时可同时给3块电池充电，可以兼容其他12伏、9伏或者5伏的适配器。使用更高功率的充电器呢，充电时间不会加快；使用更低充电器时，充电管家无法同时充3块电池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要用这个PD 协议的，而且这个 PD 的协议呢不能太低，就必须得是至少是12伏3安以上的这个充电头才可以。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用这个65瓦或者45瓦的这充电头应该是可以的，再低的话呢就不好说了。所以只有在快充的情况下，它才可以同时给3颗电池进行充电，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。然后它的那个指示灯的状态呢，它包括有不同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颜色，大家可以去看，这也不赘述了。主要是它的这个充电的
对于充电的要求，就是必须要有12伏3安的这种以上规格的适配器，那么才可以同时充3颗电池，才能够让你以最快的速度同时给3个电池回血。所以这里面你要么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充电宝，要么你需要一个比较高规格的这个充电头。你像小米之前那个33瓦的那个可能就不行，那个就没办法同时充3块。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使用的原理。如果充不了同时充3块的话，那它肯定会一个一个的充。这个就跟大疆的那个电池管家它的这个工作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因为它内置了电源管理的这套方案。所以这是这个特点。那么另外就是关于这个 X3的这个电池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。因为 X3的电池，你会发现它这里面除了电池之外呢，它的说明书会非常的厚。你想一个电池为啥要做这么厚的说明书呢？第一个就是关于电池的这个说明。电池的说明其实刚才咱们给大家都已经介绍过了，就是电池保护盒，包括一些文档资料，包括电池的放置、电池的规格，1800毫安时，90分钟内能充满，这没有太多好说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是非常需要大家额外的去注意的，因为这是叫可充电式锂聚合物电池的 Safety Guidelines， 是安全使用守则。这一点也是需要跟大家强调的，就是但凡使用锂电池的这个产品的话，它都是有一定风险的。尽管现在的那个电池管理系统做的已经非常好了，但是呢，一定要遵守这个 Safety Guidelines。它的你看它印的这么厚，而且呢用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就除了简体繁体之外呢，其实是用了这个11国语言去书写的，就足以见得这个手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给大家看看，它有一些这点我大家可以去暂停去看，我不给大家念了，因为这个内容实在是太长了。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又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一个锂电池的产品，尤其是 X3，它实际上它的电芯的放电的功率还是比较高的。那么大家一定要遵守整个的锂电芯的这个使用的安全的指南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一方面呢，让你的电池的寿命也更长；那么再一个呢，就是让你对于电池的使用，那么最大限度的符合这个科学原理。那么也是帮助你更好的发挥相机的功效，帮助你更好的创作内容的一个必要的常识吧。所以建议大家这块暂停一下，好好看一看。我个人觉得是百害无一利的。所以这个电池的这里面有这么大的这么厚的篇幅是这个说明书，所以足以见得这个部分实际上不应该被我们每个人所忽视，好吧？那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收纳盒的全部内容了。实际上你要想把这个收纳盒完整的就这个科技树，你想完整的点亮的话呢，实际上你要把相周关的这周边的这所有的配件都要买一遍才可以。那么今天咱们视频就给大家做一个一站式的这个体验，那么帮大家这个一饱眼福。那么也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千万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3连。咱们呢下期视频再见。